Hello，大家好，这里是 BPW Study。你想象中的触控笔，它除了好写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功能呢？那如果我告诉大家，有一支触控笔，它除了有倾斜角之外，它还支援了超过30种的功能键。自动定位功能，还有蓝牙拍照遥控器的功能，重点是它价格不到2000元，真的有这个黑科技的存在吗？没错，真的有，它就是 Panovo 所推出的 AX Ultra 触控笔。那今天这部影片除了我们先前触控笔很常拍摄的教学啊、产品特色、实测等等功能，那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拿 AX Ultra 触控笔来和我们最新推出的 Apple Pencil USB-C 来比较。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影片从头看到尾哦。那一样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先记得按下订阅钮，并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跟 BPW 相关的最新资讯哦。那 AX Ultra 算是 Panovo 里面最高阶的一个触控笔版本，对，那它售价是1890元，那它也是第一支首创可以支援 App 来控制的触控笔。那它笔身长度的话，大概是16.6公分，那在笔身宽度的部分就是9.5mm， 大概就是0.95公分。那它笔尖尺寸的话是1.4mm， 基本上跟 Apple Pencil 规格是相当接近的。对，那在包装盒里面呢，就除了我们触控笔本体之外，还会附上一个替换的笔尖，还有一个 Type C 对 USB 的充电线。那它可以支援的 iPad 型号当然就是2018年以后所有的 iPad 它都是可以全部支援的。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进行开关机还有配对的教学吧。初次使用开机的时候，按下开机钮之后，它的白灯会先亮5秒钟。那接着呢，它会出现一个红白闪烁交替，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正在配对当中。那它这个红白灯会一直闪烁持续30秒，那直到你就是没有配对成功之后，它就会熄灭。对，那如果你有配对成功之后呢，那它红白闪烁完之后，白灯又会在长亮5秒之后，然后就会熄灭。对，那这样表示你就配对成功了。对，那你在未来开机的时候，你就是点一下按键，那它白灯亮起5秒之后，就是直接熄灭。那如果要关机的话，你就是长按按键2秒钟，然后等红灯亮起2秒之后，它就表示它关机了。刚刚有说到嘛，它就是首创支援有 App 可以控制的触控笔，所以大家这边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 Panovo 的这个 App， 当下有蓝牙配对完成之后，它就会直接帮你新增到 App 里面，那你就可以在 App 里面看到里面很多细部的功能。那等一下也会一一跟大家讲解。那我们讲完开关机还有配对的部分，那我们接着把其他的指示灯继续介绍完。那如果它是在充电当中的话，就会亮起红色的灯号。这次触控笔它支援了 Type C 的快速充电，你只要充电30分钟，它就可以使用10个小时。那充电完之后，它的白灯就会一直亮着，那你表示说你可以把你的充电器拔掉了。那电量显示的部分呢，你就可以直接用我们 iPad， 然后滑动左方，直接去 Widget 的地方可以看到它的电量，就跟你平常在使用 Apple Pencil 的方式一模一样。那如果你想要解除跟这支笔的配对的话，一般我们都是使用蓝牙去解除配对嘛。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长按 AX Ultra 5秒钟，那它就会自动跟 iPad 解除配对了。好，那介绍完前面的基本使用教学还有开箱之后，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 AX Ultra 令我印象深刻的7大产品特色。第一个产品特色的话，就是它是首创支援 App 的触控笔嘛，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过，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有许多的功能都可以在 App 里面去进行客制化的调整，你可以及时透过 App 去看到你触控笔的状态啊、电量，那甚至你可以去进行自定义的按钮，那我们等一下在后面也会讲到，所以基本上有 App 的话，你就可以对触控笔有更多客制化功能，并去了解它的状态。对，那所以这就要讲到我第二个很喜欢的产品特色，就是它多达超过30种的自定义功能键，还有4种 App 的支援。我们打开 App 之后呢，我们点击下去触控笔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发现，这边有很多我们不同的步骤可以设定。那它总共有分成4个 App， 还有一个预设的功能。对，那在预设功能的话，它就是支援了4个快捷键，就是上一步、下一步、拍照，还有返回主画面。那你就可以去结合到你这个触控笔按钮要按1下、按2下还是按3下，那它就可以去对应到你想要的这些功能。对，那除了预设之外呢，许多我们非常常用的笔记软体全部都有支援在这里面。比如说像是我最常用的 GoodNotes，它就可以去进行画笔、形状工具、拍照、荧光笔、橡皮擦、套索工具、插入文件等等的功能，真是非常的方便。我就可以自己去制定我想要的按钮，那点下去之后，我就可以马上跳到这个工具列。那比如说像是 Notability 啊、Procreate、Painter 这些软体，它也全部都有支援。不管是对你要做笔记还是画画，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功能。对，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在后面实测的地方来详细告诉大家这些 App 要如何实际操作。那这个快捷键它除了去
控制我们 iPad 本身的一些功能之外，它居然还可以支援拍照的功能。对，那你除了去进行 iPad 的拍照之外，它也可以连接到 iPhone 来进行拍照。比如说今天这部影片，我就是使用我们的 AX Ultra 直接当做蓝牙的自拍遥控器，对，那就可以直接来拍摄这部影片，我就不需要再走过去来进行按按键的动作。对，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在后面实测的地方告诉大家要如何去配对 iPhone 还有 iPad 的这个功能。那第3个产品特色的话，就是关于它的定位功能。大家应该很容易找不到触控笔嘛，或是有时候不知道把触控笔丢到哪里去了。其实我上周才发生这个事情。对，但是原厂的 Apple Pencil 它就没有办法支援这个定位的功能啊，目前只能支援在 AirPods 上面。对，但是 Apple Pencil 还不支援。对，但是副厂的第3方触控笔居然可以支援定位的功能。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触控笔处于断线的状态，那你只要透过 App 里面去点击一下寻找，那它就会直接在 App 里面去出现，你触控笔现在大概的位置在哪里？那你就可以直接去放大地图来查看。那或是说你可以直接点击下面的绿色框，那它可以直接透过导航的方式去帮助你找到触控笔。多了这个功能真的是多了一份安心。那第4个产品特色的话，就是讲到它的笔尖部分，它不管是在倾斜角啊、精准度，甚至是防长处，它基本上就跟原厂的 Apple Pencil 有相同的等级。像是倾斜角部分啊，你就可以去画出不同的阴影啊，或是你可以去进行素描等等的绘图着色。对，所以我觉得对绘画者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在防长处的部分，它如果 iPad 侦测到触控笔笔尖碰在荧幕上面的时候，它就会去防止其他点触碰到你的荧幕上面。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防长处的问题。那精准度的部分也是跟原厂一样，那我们也会在后面的实测来告诉大家。那在第5个产品特色又要讲到价格的部分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Lenovo 或者其他副厂很大的一个优势，它的价格只有1890元。对，大家想想看，原厂的 Apple Pencil 2它的价格是4390元。那虽然说它有多了压力感应这个功能，但是压力感应其实并不是一个刚性的需求，至少有支援基本的倾斜角的功能。大家想想看，我们最新推出的 Apple Pencil Type-C 或是 USB-C 的这个版本，它的售价还是比我们的 AX Ultra 还贵了800元，它的售价是2690元。大家想看，他们基本上在书写的功能都是差不多的，而且 Ultra 还多了很多快捷键的功能，所以我真的觉得 CP 值是非常的高。第6个产品特色的话，当然也是继续讲到它的适配性了。除了刚刚讲到它在笔键的部分跟 Apple Pencil 都是几乎相同之外，那它当然也支援了我们 iPad OS 的一些功能嘛，比如说像是随手写啊、图形辨识、萤幕截图、快速进入我们的快速备忘录等等的功能，它都是可以完美支援的。基本上你不讲，你在使用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像一支原厂触控笔的感觉。最后一个也就是第7个产品特色的话，就是关于它的磁力吸附的部分。就是你使用完触控笔之后啊，你就不需要去收纳到某一个地方嘛，你就可以直接透过侧边的方式去直接把它吸到你的 iPad 上面。而且它这边好处就是它这个 Type-C 的部分，它有设计在侧边的部分，它不会像我们一般有一些第3方触控笔，它直接把 Type-C 直接设计在磁吸面上面。那你这样子吸上去之后，那你就没有办法进行充电了。对，所以 AX Ultra 我觉得它这个小小贴心的设计还不错。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同时吸着，然后用 Type-C 去帮你的触控笔进行充电。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进行所有功能的实测啦。那我们今天会用到我们的 GoodNotes App、Notability App， 还有预设的备忘录，然后来进行我们触控笔的快捷键，还有我们笔尖的实测。对，那我们还会运用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如何让 iPhone 变成我们拍照的遥控器，还有跟我们 Apple Pencil Type-C 版本的比较，都会在这边实测告诉大家。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按一下，我们就可以开机触控笔嘛。那接着呢，我们可以在 App 的地方发现，它显示已连线，然后这边的电量就是67%，那表示它就连线成功了。那接着点下去之后，你看我们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自定义的按钮。对，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测试的 App 就是用到 GoodNotes 嘛，所以我们这边就点击 GoodNotes 的按钮。然后点下去之后呢，你看我们这边就可以去进行按1下、按2下跟按3下，我们分别要去设定什么样的功能。对，那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就是按1下的功能，你可以设定成橡皮擦的功能，然后按2下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个你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我最常用的是套索工具。对，那按3下的话，大家也可以自由设定，你可以去设定 GoodNotes 里面的功能，比如说形状工具啊，或是其他功能。好，那我们假设我们这边就设定形状工具好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开启我们 GoodNotes 的 App。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用笔刷在撰写我们的文字嘛，对不对？那这时候呢，我要启用橡皮擦，你看我这样子只要按1下，你看它就会直接切换到橡皮擦，所以我就这样子再擦掉。那因为 GoodNotes 这边有一个功能，它是会直接去返回到上一个按钮，比如说我这样子放开之后，你看它又回到笔刷了，你看我这样子又可以继续写，然后按1下，然后你看这就可以擦掉。那我可以继续写，然后按1下。
擦掉。所以你看，我这样子完全不用去回到我们上面的工具列来进行工具列的切换，所以是不是非常方便呢？之所以可以让橡皮擦又返回到笔刷的功能的话，大家要记得去开启 GoodNotes 这边自动切换至上一个工具。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一直在这2个按钮之间转跳。对，所以我们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比如说，我就先这样子画一下，然后我们用橡皮擦去擦掉，它又会回到笔尖嘛。那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要用到2下的话，你看点2下，它就会跳到套索工具。那我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圈起来。那点3下的话，我们刚刚是设定形状工具嘛？你看它这边就会跳到形状工具，那我就可以去进行形状的着色。对，所以你看是不是非常方便呢？所以我们只要善用好我们触控笔的功能，加上 GoodNotes 它本身很方便的功能，我们这样子用起来，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操作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对，那这个就是关于第一个我们 GoodNotes App 的实测。那第二个话就是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Notability。对，那 Notability 它这边支援的功能键相对来说就更多。你看，它这边除了我们的手指功能、套索工具、橡皮擦这些基本的功能之外，它甚至还支援了我们的暂停跟开始录音的功能。对，所以这边建议大家就可以这样子设定，比如说你就设定手指功能、套索工具。然后按3下的话，就是设定开始跟暂停录音。好，那我们现在进来我们 Notability 之后，那大家可以看到预设的功能通常都是笔刷功能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用笔刷这样进行写字。对，那这时候如果我想要去进行滑动的话，你看我这样子点一下。你看，它就会切换到手指的功能，所以触控笔它就可以直接变成我们的手指，是不是很方便呢？对，那如果点2下的话，我这边就是设定成我们的套索工具，那你就可以去进行套索跟选取，然后去把它移动。对，所以基本上就跟 GoodNotes 很类似。对，但是按3下的部分的话，就是 GoodNotes 目前还没有支援的，就是你看按3下之后。你看，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我们的录音功能了。那你看，我们如果再按3下的话，这样子就表示它录音完毕了，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控制我们想要的功能在我们的 Panovo AX Ultra 上面。那测算2个 App 的部分呢，接下来其他2个 App 大家可以去自己进行测试。对，那这边的话，我想要帮大家测试一下预设的功能。预设功能的意思就是说，它不管在哪一个 App 都是可以支援的，所以非常方便。比如说我现在即使用了这个预设，它也是可以在 GoodNotes、Notability、Procreate、Painter 等等的 App 上面使用，甚至是备忘录当然也可以，也是原厂的 App 嘛。对，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按键按一下设定成拍照，按2下设定成上一步，按3下设定成返回主画面。那我们先用备忘录来测试好了。假设我们现在这边就是简单画个东西，那我们先试一下按一下的功能。对，那按一下刚刚说是拍照嘛，所以这边就没有办法启用，因为它是要到相机的 App 里面才可以使用。但是你看按2下的话，我们就可以启动上一步。你看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去进行消除。那按3下的话，你就是可以直接回到主画面去切换其他 App。那在 GoodNotes 里面当然也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我们按2下，你看它就会变成上一步，然后按3下，它就会回到主画面。对，所以它预设的功能就是你在所有的 App， 它只要有资源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功能。拍照功能我们要怎么使用呢？那很简单嘛，我们就是到我们的相机 App 里面。对，那你看相机 App 它现在就开启相机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只要这样子点一下。你看，我们很快就可以马上去进行拍照。对，所以基本上你的触控笔只要在蓝牙的距离范围以内，你都可以这样子很自由的去进行拍照。这真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那比如说你要进行录影也可以嘛，那你就这样子按一下，那你看你就可以去进行录影。那录影完毕之后，你当然再按一下，它就会取消嘛。对，所以这样子就是非常的简单。那接着第4个实测部分，就是刚刚有跟大家讲到嘛，就是我们其实连接我们的 iPhone， 它也可以去变成拍照的遥控器，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对，那这边有几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的话，就是你要在这边 iPad 的预设功能里面，要先把按键一下设定成拍照。对，那设定完之后，你这样等一下连接 iPhone 的时候，它才会继续沿用这个功能，因为 iPhone 它是没有支援我们 Panovo 这个 App 的。那接着呢，你要连接 iPhone 之前，你就要先去进行解除配对，所以我们就长按触控笔5秒。你看，它这样子就解除配对了。那接着呢，你只要到你的 iPhone， 然后去找到蓝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 AX Ultra 的选项。那我们这样子，你看这样子就可以配对成功了。那未来呢，我们就直接使用 iPhone 的相机，然后并搭配上触控笔，变成我们的自拍神器。你看哦，我们这样子按一下按钮，你看它就可以进行拍照。那就跟刚刚一样嘛，比如说你要进行录影的时候，
你看我们这样子就开始录影，然后再点一下的话，它就会结束录影。对，所以你看这样子，我们的一支触控笔马上就可以变成我们 iPhone 拍照的蓝牙遥控器，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对，那如果你要去回到配对 iPad 的话，一样嘛，就跟刚刚一样步骤，你就是先长按5秒，解除这支触控笔跟我们 iPhone 之间的配对，那接着呢，你再开启蓝牙去配对回我们的触控笔，这样子就可以了。你看，这样子就配对成功了。好，那接着最后一个实测的部分，我们就要来进行笔尖的实测。对，那我们就请到了我们最新的 Apple Pencil Type C 的版本来进行实测。对，那今天的部分我们只会测试一个内容，就是关于倾斜角的部分。因为这次 Apple Pencil 它也没有压力感应或是其他新的资源，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测试倾斜角的部分。那我们后续针对 Apple Pencil 单独开箱的影片，我们再来进行更多实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进行我们 Panovo AX Ultra 的测试。那我们就由右往左画。那我们一开始笔尖是朝正上方这样子画。那你看我这样慢慢把笔尖用写的时候，你看它支援的倾斜角其实还蛮明显的。那接着我们就换到我们的 Apple Pencil Type C 版本。对，但是它的配对方式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你要把这边打开，然后有个 Type C。那它不是直接透过蓝牙开关的方式来配对，它一定要先这样子插 Type C， 然后插完 Type C 之后，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配对的符号。那你看，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正在配对当中，然后就会显示现在的电量。那这样子就表示配对完成了。对，那接着我们一样来测试一下它的倾斜角。那我们也是这样子慢慢变斜。对，所以测试完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真的没什么差。对，它就是精准度啊，或者灵敏度，还有我们倾斜角的资源，我觉得画起来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对，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这两支笔倾斜角的差异。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Panovo 在这一块已经可以做到跟我们最新的 Apple Pencil 的 Type C 版本是几乎一致了。对，其实真的看不出什么太大差异。对，那这边就是特别一个小叮咛，就是那这边笔尖的部分，建议大家就是使用 Panovo 原厂的笔尖，因为大家可以打开之后发现，就是它里面的机构其实还是跟 Apple Pencil 或是其他品牌触控笔有点不一样。对，所以它长得很像，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这样子混用，怕会有一些故障的风险。对，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我们倾斜角的测试。我们测试结果可以发现，基本上两支笔的表现是非常接近的。好，那在影片最后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这1-2周来使用的心得。对，那首先呢，当然还是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AX Ultra 它的书写手感。对，那基本上书写手感，我觉得大家真的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副厂的技术真的已经非常的良好，所以我在写起来的时候，我基本上觉得它的灵敏度啊、精准度或是延迟率，基本上就已经跟原厂是一模一样了，所以大家在这部分真的是完全不用担心。那除了书写手感部分，其实 AX Ultra 最令我印象深刻，就是真的是它的快捷键。它快捷键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尤其是在我做笔记的时候，真的可以大大提升我做笔记的效率。因为身为一个 GoodNotes 的重度使用者，其实我自己蛮知道我做笔记要怎么样才可以更快速。我都要一直去点击上方的工具栏来切换我的工具列，然后去进行我书写的动作。对，但是现在我完全不用去动到上面那栏工具栏了，我现在就是直接去透过我们快捷键的设定，1下、2下、3下，我就可以直接去跟动。我现在要从笔刷到橡皮擦到套索工具，甚至到文字功能，对，它都可以全部透过我们这个按钮来设定。所以说我这样子就可以完全的专注在我的笔记上面，我不会因为说我要去更换我的一些工具列，然后去进行分心。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对我书写效率提升了许多。那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影片前面提到拍照快捷键嘛，我觉得就是对一个 YouTuber 来说，其实有一个蓝牙遥控器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我今天到户外，我想要临时去架个脚架，那拍照或是自拍的时候，那我就不用担心说我还要去按倒数计时还是什么的，我就可以直接透过触控笔按钮按下去，它就可以直接去进行拍照或是录影。虽然说官方没有特别去主打这个功能，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加分的小功能。那最后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最新推出的 Apple Pencil Type C 的部分，它价格是2690元，但是它拔掉了压力感应、触碰2下的快捷键功能，
还有我们的磁吸充电功能。所以基本上 Apple Pencil Type C 已经快要变得跟副厂触控笔一样了，它既没有磁吸充电，也没有压力感应，也没有那个触控的快捷键功能。但是 AX Ultra 它的价格少了800元，但它却支援了这么丰富的快捷键还有定位的功能，我觉得 CP 值真的是非常的高。那今天如果 Apple Pencil 部分看得不过瘾的人也没有关系，我在下一部影片部分，我就会针对 Apple Pencil 来进行详细的实测，它还有跟我们其他所有副厂不同等级的触控笔来进行一个完整的比较，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下支影片啦。那在影片最后，当然还是非常感谢 Panovo 提供我这支触控笔来进行开箱。我真的觉得 Panovo 已经在副厂的生态系当中自己打出了一片天。他们不是只有贴牌去贩售能力而已，他们是真正有研发一些全新功能的能力。那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跟副厂做出差异化，甚至做出很多超越原厂的功能。对，所以也希望他们未来的触控笔能够推出令我们更惊艳的功能。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如果你对 AX Ultra 还有什么任何疑问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加分享，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最后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以获得更详细的资讯。